朋友们，请停下手上的事，接下来要说的可能关乎未来10年财富的走向。银行圈内部正流传一个关键判断：2026年最强的资产已经浮现，不是黄金、白银，也不是比特币，而是一个被绝大多数人严重低估的领域。当很多人仍在讨论经济衰退，盯着传统避风港时，全球真正的聪明钱、家族办公室与顶级基金早已调转方向，以惊人的规模和速度悄然布局。他们正在系统性地购入这一领域的核心资产，动作安静却金额庞大。为什么是这里？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玄机？我不谈复杂模型，只摆出3个正在发生却被少数人掌握的事实。我是蔡志林，在健康之道频道，我们关注身体，也关注财富体的健康。本期内容基于对多位业内资深的访谈，以及大量数据信息的交叉验证，我将为你揭开这个被秘密布局的财富地带，说明它为何重要。尤其对在海外辛苦积累的华人朋友而言，这或许是一次关键的财富认知升级。请你耐心看完，这可能是你看清未来趋势的重要契机。我们先来聊聊大家最熟悉的避风港心态。我知道，现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抱紧那些历史上看似最稳妥的东西，比如持有大量现金，或者去抄底那些跌了不少的传统资产。我的一个好友，就叫他老陈吧，在澳洲做了20多年生意，自诩眼光独到。去年开始，他就坚信通胀是暂时的，全球经济很快会复苏。于是他把一大笔流动资金全部押注在了他认为跌无可跌的某个传统大宗商品上，准备搏一个反弹。结果呢，现实给了他冰冷的一击，他越买越跌，越跌他越觉得是机会，不断加码。到现在，那笔资金缩水的让人心惊肉跳。前几天他深夜给我打越洋电话，声音里全是疲惫和焦虑，问我该怎么办，是不是该割肉。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很残忍地告诉他一个事实，他的方向可能从根子上就错了。我们普通人投资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路径依赖，总觉得过去灵验的东西未来还会灵验。我们想着抄底，却不知道我们所抄的可能是已经被新时代列车抛弃的旧车票。那个传统领域的核心问题根本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结构性的崩塌。它的需求引擎正在被新的技术不可逆转的替代，它的整个产业逻辑都在被重写，而他身上背负的过往辉煌的包袱又太重，转型极其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认为他还能回到从前的高光时刻呢？那些顶尖的资本玩家个个都是人精，他们一边在公开场合或许还会提及这些旧时代的荣耀，维持着市场的关注度，让像老陈这样的投资者抱有幻想。另一边，早已把真金白银和核心研究力量投向了那个代表未来充满爆发力的新方向。对于他们而言，旧资产的故事是用来维持市场叙事，完成某些操作的，而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新方向才是他们押上重注，关乎下一个10年排名的真正战场。好了，悬念到此为止。这个被顶级资本悄然围猎的领域，既不是颠覆性的单一科技，也不是某个繁华的发达国家市场。我说出来，你可能第一时间会觉得意外，甚至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大健康产业，对，就是那个你以为的吃药、看病、做体检的行业。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觉得这行业不是一直都有吗？又慢又传统，算什么最强资产？我们总是习惯用过去的眼光看问题，这种刻板印象恰恰是市场最大的认知差，也是聪明钱最爱利用的缝隙。他们就像最高明的园丁，总是在市场共识的盲区里埋下未来会长成参天大树的种子。我们对大健康的理解，如果还停留在10年前医院和药厂的层面，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它早已进化成一个融合了尖端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消费升级的巨无霸赛道，并且它正握着开启未来几十年财富宝库最确定的一把钥匙。大健康掌握着生命周期的终极密码。我们都清楚一个无法抗拒的趋势，全球人口正在不可逆的老龄化，中国在变老，日本、欧洲更老，就连美国婴儿潮一代也全面步入退休年龄。这是一个比任何经济周期都更确定、更强大的长期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下，最核心的需求是什么？是健康，是活得长，更要活得好。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从疾病治疗到健康管理的范式革命。过去，健康产业赚的是你生病的钱，未来它更赚的是让你不生病、慢生病，病了也能高质量生活的钱。如果仅仅是人口老龄化，那或许还不足以构成爆炸性增长，毕竟老了可能会减少消费。但关键在于，技术爆炸的起点正在与这个趋势交汇，基因测序成本跌到不可思议，使得个性化预防和精准医疗成为可能。AI 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筛选药物分子，解读医学影像，可穿戴设备让我们能实时监测自己的各项生理指标。这些技术不是概念，它们已经走出实验室，开始大规模商业化。这就像当年智能手机整合了通话、相机、音乐播放器一样，如今的大健康正在整合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传统医疗，催生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而真正让这个领域产生资源护城河效应的是数据和政策。几年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开始意识到，国民健康不是负担，而是最重要的国家资产和经济增长的引擎。于是，一系列政策开始倾斜，鼓励创新药研发的快速审批通道，将更多预防性和数字疗法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对健康管理产业给予税收优惠。这相当于政府亲手为这个行业修通了高速路，打开了支付的天花板。这意味着，不管是辉瑞、诺华这样的传统巨头，还是谷歌、苹果这样的科技巨鳄，想要在健康未来分一杯羹，就必须把自己的研发、服务和数据生态深深地扎根到这个重构的体系中来。结果呢？过去几年，全球流向生物科技和数字健康领域的风险投资和战略并购金额连年创下历史新高。这不是炒作，这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大迁徙。朋友们，这像什么？这就像20年前，人们意识到石油是工业血液，于是掌控了石油，就掌控了经济命脉。而在未来，健康数据和健康寿命就是新的石油。大健康产业正在凭借其对人本身最深度的理解和干预能力，成为未来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它掌控的是每个人生命周期最根本的需求。这场以技术和人口结构驱动的财富大转移已经鸣枪起跑，聪明钱的润物细无声，是布局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掌管千亿资金的基金经理们，他们是怎么玩转这场游戏的。当技术突破和政策东风叠加时，这些鲨鱼的鼻子是最灵的。但他们可不是简单粗暴的去炒某一只生物科技股，那太不稳定，风险太高。他们的玩法是更高维的生态系统式的站位，通过一套组合拳，稳稳地坐上未来健康时代的主席台。第一层布局，全方位股权投资，像贝莱德、先锋领航这类巨型资管公司，以及许多专注生物医药的顶级基金，早已成立了专门的健康科技基金。他们的钱流向了哪里？不仅仅是明星药企，他们投的是整个价值链，上游的基因测序和合成生物学的平台型公司，这是未来的淘金产卖家；中游的 AI 制药和临床试验数字化服务商，这是研发的效率加速器；下游的远程医疗、个性化健康管理平台和养老科技公司，这是直接触达用户的流量入口。他们投资数字医疗，就是投资医疗资源的全新分配方式；投资养老科技，就是投资银发经济的消费入口。这些投资动辄数亿、数十亿美金，巨额资本持续涌入这个赛道，不是在赌一个产品，而是在赌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第二层布局，持有核心基础设施和支付方。除了炫酷的科技公司，华尔街还重仓了那些看似传统，实则不可或缺的环节，比如大型连锁医疗实验室和独立影像中心健康数据的生产源头，还有管理式医疗组织，如美国的联合健康集团。他们既是保险支付方，又直接拥有庞大的医疗服务网络，能从支付端反向驱动整个体系的效率变革。投资他们，就等于投资了健康产业的高速公路和收费站，现金流稳定，并且深度绑定行业命脉。第三层布局，绑定人口结构的终极趋势。通过前两层的立体布局，聪明钱实际上已经把筹码压在了两个最硬的本质上，一是人类对健康长寿的永恒追求需求端，二是科技赋能健康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供给端。他们买的不是单一产品成功的概率，而是人类更关注健康，
且科技能让健康服务更好、更便宜，这个确定性未来的整体收益权。当这个雪球滚起来，整个生态里的头部公司，其价值增长将是成数级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健康资产在被疯抢。这种抢不是股市里追涨杀跌，而是一场对未来社会必需品生产和分发体系的战略投资。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堡垒，再看看我们身处的宏观环境，地缘政治波动，经济周期起伏，科技变革焦虑。什么东西是穿越所有周期的？是人生老病死的规律，是随之而来的健康需求。在经济好时，人们愿意为更好的健康体验和预防付费；在经济承压时，基本的医疗保障更是压舱石，需求反而更刚性。大健康产业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资本在动荡时代寻找的确定性避难所。它不像单纯的科技股那样容易被技术路线颠覆而股价坐过山车，也不像传统消费股那样完全受经济周期摆布。它融合了科技的成长性和必须消费的防御性。更重要的是，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变化，无论供应链如何重组，各国政府提升本国国民健康水平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为产业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投资于人的健康本身，就像投资于不犯错的终极答案，给普通人的财富启示与严肃警告。说到这里，你可能会热血沸腾，想着是不是该立刻去找几只生物科技股 all in。且慢，在这里我必须给你浇一盆冷水，并给你一个我邻居的真实教训。我的一位长辈，上海的王伯伯，退休后有一笔不小的积蓄。几年前，他听信了一个所谓内部消息，说某家从事细胞治疗的小型生物公司即将取得突破，股价会翻10倍。王伯伯心动不已，几乎押上了全部养老金。结果，那家公司的临床实验失败，股价一落千丈，最后黯然退市。王伯伯的养老钱就这样打了水漂，晚年生活品质大受影响。每次想起他懊悔的神情，我都无比心痛。所以，我的第一个警告是，千万不要因为看到大健康是趋势，就盲目去炒作那些高风险的、处于早期阶段的单一生物科技股。这个领域专业壁垒极高，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成功率极低，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失败都可能导致股价归零。我们普通人和机构投资者信息完全不对称，也没有能力去读懂那些天书般的临床数据。我们的钱可能是孩子的学费，是下个月的房贷，根本经不起这种赌石般的风险。那么，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安全、简单的分享这场健康革命的红利呢？第一条路，也是最推荐的一条，投资覆盖全球健康产业的 ETF 基金。在美股、港股市场都有很多这样的基金。比如，有的 ETF 专门追踪生物科技指数，里面包含了上百家经过市场筛选的相对成熟的生物医药公司。有的 ETF 则更广泛，覆盖制药、生物科技、医疗设备、医疗服务等全行业。买这样的 ETF 就相当于你一键购买了整个大健康产业的一篮子股票。你不用去判断哪个药能成功，你只需要相信人类在健康上的总支出会不断增加，且龙头公司会分享大部分增长，这个大趋势就行了。这就像你投资了整个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而不是去赌其中某一家店铺一定能成，省心省力，还极大地分散了风险。第二条路，投资那些从健康趋势中确定性受益的卖水人和平台型巨头。如果你觉得 ETF 还不够聚焦，可以考虑那些业务清晰、护城河深的公司，比如那些为全球药企提供研发和生产服务的龙头 CXO 医药外包公司。不管药企的药品成败，他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必须的，旱涝保收。再比如那些拥有海量用户数据和强大渠道的科技巨头，他们正在大力布局数字健康和医疗 AI， 凭借平台优势切入这个市场。还比如那些在全球拥有强大品牌和渠道的消费品公司，他们推出的健康功能食品、高端营养补充剂，正是消费升级与健康需求结合的产物。投资他们，逻辑更直观，也更容易理解。作为华人，特别是经历过高速增长时代的我们，常常有一种投资惯性，要么全部押注房产，觉得实物最踏实，要么只买自己熟悉的几只股票。但在未来这个增长逻辑巨变的时代，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区域、一个行业篮子里，风险是巨大的。
我们必须要学会拓宽视野，去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健康产业在人口与技术双轮驱动下的崛起，明天可能还会有新的范式转移。财富的世界永远在转动，只有那些保持学习、敢于将资产进行全球化、跨行业配置的人，才能更好地抵御风险，抓住时代赠予的礼物。我们正站在一个旧范式渐退、新范式确立的时代路口。当很多人还在纠结于传统周期的波动，试图抄底旧资产时，代表未来的资本早已完成了对健康这场终极财富盛宴的布局。大健康凭借其无法逆转的人口需求、日新月异的技术赋能以及穿越周期的防御特性，正在成为全球资本眼中最坚实的价值锚。我再次严肃地提醒，这对普通人来说是时代机遇，但盲目操作就是万丈深渊。千万不要去赌单一个股，但你必须开始用配置未来的思维，去升级你追逐热点的思维，把你的资产的一部分稳健地配置到代表人类未来根本需求的领域中去，这才是守护你一生财富健康，甚至实现代际跨越的理性之路。最后，我想和你做个小互动。今天我提供了2种思路，一种是拥抱变化，通过 ETF 等方式布局大健康这样的未来趋势；另一种是坚持传统，专注于自己熟悉的、觉得更安全的资产。如果你听完后认为前瞻性布局未来趋势更重要，请在评论区打出趋势共识。如果你认为在当下守住核心资产，谨慎前行更稳妥，请打出稳健第一。我很想看到你的选择，我们在评论区可以继续深入交流。如果觉得健康之道今天的内容为你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哪怕只有一点点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转发，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关心财富未来、关心家人健康的朋友。你这个简单的动作，或许就能帮助他们在财富健康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我是蔡志霖，我们下期再见。